的直觉，还有你的记忆，都是不准确的。齐子哲，你只是没有办法说服你自己。原村案已经过去了，你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如果按照李淑婷所说的，谢瑶琪是不是凶多吉少了？我总觉得不对劲。哪里？按照目前的证据，我们推测，凶手有一定程度的心理疾病，发病的时候会幻想自己是一只蜘蛛，拥有蜘蛛的习性和行为模式，这不会有错。那么，他原本应该在8月30号杀死谢瑶琪之后，再对下一个人动手，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捉李淑婷。但是为什么？如果他真的认为自己是一只蜘蛛，他绝不会这么轻易地改变行为逻辑，一定有什么导致了他改变了原本的轨迹。是不是因为李淑婷刚好撞见了他什么，他不得已，所以提早杀了他？这当然有可能，但是李淑婷的话有问题。他就是觉得他是一个蜘蛛，他不停地用保鲜膜捆着我、缠着我，我根本就没办法呼吸。很明显，凶手是在发病期，认为自己是一只蜘蛛的情况下，才会选择一个符合蜘蛛迁徙的废弃工厂下手。但是在这个工厂发生的事情，我总觉得不对劲。那就走，回现场，把你觉得不对劲的地方找出来。这个是李淑婷被找到的废弃工厂的位置，这个是小西在监控里发现廖云生身影的位置。从上次齐主任在工厂遭遇袭击之后，我们就在周边所有主要路口设下盘查了，各单位都会配合我们抓捕廖云生的。叶莹莹尸体被发现的山洞、廖云生舅舅的黑诊所，还有他上的大学，我们都有人蹲守。如果有消息，第一时间通知。好，老万，你跟小苏各带一队，把所有可疑的地方再搜一遍。这一次，我们不能让他跑了。好。前2个现场都有凶手特制的漏斗蛛网，为什么这个现场没有？凶手在山洞里杀了叶莹莹，接着又把谢瑶琪绑到山洞里，因为他认定那里是他的巢穴。现在他又把李淑婷绑到了这儿。
如果他认定这里是他新巢穴的话，谢瑶琪应该在这里才对。可是却没有。这里没有蜘蛛网，13天的周期也打破了。凶手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？所以是凶手改变了，就要提早杀了谢瑶琪。还有别的角度吗？还没进来，门口就一个摄像头。是他吗？戴着帽子，我没看清。谢谢师兄。喂，朱队。好，我立刻安排人排查。各位，刚才我们收到线索，叶莹莹抓走之后，凶手疑似出现在这家心理诊所。我们以这家诊所为中心点，排查一下周边的路口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凶手的踪迹，也许还能找到谢瑶琪。是。好。朱队，嫌疑人离开心理诊所之后，经过了北宜山路，往南前行了。东宁路口的监控也没有发现。这儿，西安路向南。朱队，找到了。他下了高架之后去了附近，然后就消失了，应该就在附近的小区。维韩队，找到了。朱大师，你好，这一片都是老小区，一个南门，一个北门，这里住的全部都是老年人。就这2栋楼有年轻人租房。行，我们分头搜。老万，你跟民警还有小苏搜那边，我和韩队还有秦法医搜这边。好。
走。刚才辖区派出所联系上居委会，说有几家租户符合嫌疑人的情况。还有，刚刚我们在整理蔬菜大棚物证时，发现了一张自来水缴费单，上面房号是604。604。这里。是廖医生。我们都被误导了，廖云生才是第一名受害者。你怀疑谢瑶琪？我们一直以为谢瑶琪是被害者，没有人可以证明谢瑶琪被绑架。为什么一到李淑婷这儿，凶手就改变了自己的犯罪逻辑？李淑婷，李淑婷，戊酸雌二醇片，女性服用是为了保养卵巢、促进生育。如果男性呢？这人叫什么呀？王启荣。淑婷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你先回答我们的问题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廖云生死了，谢瑶琪还生死未卜，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原点。如果谢瑶琪没死的话，今天晚上就是救她的最后机会。按照正常逻辑来说，这些受害者之间应该都有所关联。叶莹莹、谢瑶琪、李淑婷还有廖云生，原本4个不相干的人，他们唯一的交集点就是医美诊所的廖东。但猪肉铺出事那一天，廖东的不在场证明我们已经核实过了。可是现在他是唯一一个和案件有关的人。把他叫过来问问。这孩子打小就可怜，从小没了爹妈，是我妈把他拉扯大。可现在这样，我怎么跟老太太交代？他来合成之后交了什么朋友，和谁在一起？除了在学校，在外面都干些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云生这孩子从小就内向，不爱说话，害羞，也交不下什么朋友。平时到我店里，一天也说不上3句话。你知道这3个女孩，还有你侄子，都怎么认识的吗？是，也不是。小谢是在我那儿兼职，然后才认识了叶莹莹。这个女孩是小谢带来的，不过他们认识了以后，好像感情还不错，平时老在一块儿说说笑笑。
有什么你就说，把你知道的、想到的，一字不漏的告诉我们，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杀害你侄子的凶手。云生呢，只有放假的时候，还有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才过来。不过，我觉得他好像挺喜欢小谢，我好几次看见他偷偷的在看人家姑娘。他们两个人有进一步发展吗？没有，我还嘲笑他来着，来俺们想吃天鹅肉。我说了，云生就是个害羞的孩子，他最多给小谢倒杯茶呀，买个奶茶什么的，没别的发展。他和另外2个人是什么关系？其他2个人他没什么关系，他们好像都没怎么说过话。他们4个要说同时出现我店里，好像只有1次。那一次有发生什么事吗？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，就是3个女孩在那有说有笑的，云生突然就来了。秋花，真的假的？那前段时间还跟我……哎，姐姐。这个东西很好用，我们把人淡很多。然后这个女孩就再也没来过我店里了。这是廖云生的尸检报告。我们都被误导了，廖云生才是第1名受害者。死者廖云生与第1名死者叶莹莹一样，在腹部发现了模仿蜘蛛口器扎入猎物体内的创口，内脏也有被盐酸腐蚀过的痕迹。在死者的耳后也发现了疑似造成静脉空栓的针孔。不管是从手法还是死亡原因来推测，凶手都是同一个人。所以说，第1个死者是他。但是，由于尸体被福尔马林跟保鲜膜处理过，我们无法得知具体的死亡时间。但是，经过我们进一步的检测，可以大致的估算，廖云生至少死了有4个星期以上。如果按照之前齐法医说的犯案周期是13天来推算，那叶莹莹就是在他之后被杀的。现在13天这个杀人周期已经不准确了。根据李淑婷的说法，凶手提前杀了谢瑶琪，而且绑架李淑婷的时间也提前了。这到底为什么？廖云生尸体被发现的那个604房间，还有那个菜棚，小苏那边有什么新发现吗？604房间是廖云生在兽医系的同学陈华的家。陈华长期在国外，所以那个房子就让廖云生帮他看着。我们在604房间发现的一些指纹已经在做匹配了，结果很快就会出来。而那个菜棚，它的主人是附近村民赵四的。赵四1个月前在家里修房顶的时候不慎摔伤，所以在床上躺了1个多月。他根本不知道菜棚发生了什么情况。第1名死者廖云生，尸体在604房间被发现，推测死亡时间在4个星期以上。在廖云生死后的大约4个星期，我们在北山山洞里发现了叶莹莹的尸体，也就是第2名受害者。按照日历标注，凶手应该是在8月14日杀害叶莹莹。在叶莹莹死后的第3天，谢瑶琪被绑。目前我们还无法确认她是否还活着。这本身是谢瑶琪，她不会把所有的受害者都画下来吧？第4名受害者李淑婷，在一个废弃工厂获救，凶手逃逸。从凶手的行为模式来看，是从李淑婷案开始改变的。不仅仅是犯罪的周期产生了改变，就连作案地点以及作案逻辑都有所不同。前2个现场都有凶手特制的漏斗蛛网，为什么这个现场没有？如果他认定这里是他新巢穴的话，谢瑶琪应该在这里才对，可是却没有。
按照李淑婷的说法，他认为是廖云生绑架的他，但廖云生早就死了，根本不可能是他做的。那会是谁呢？谢瑶琪被绑架的时候，警方是接到了猪肉铺老板报警的电话，但是老板死了，所以就说没有人可以证明谢瑶琪被绑架了。你怀疑谢瑶琪？如果谢瑶琪是凶手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要这么说，那谢瑶琪在猪肉铺留下的头发，就是故意误导我们的。从一开始，我们从派出所到达了现场，就已经进入了他的圈套。他把所有线索都引到廖云生身上，因为廖云生具备了所有犯罪分子的特征。你看，一个可以接触到病瘤内脏的农大学生，他的舅舅廖东还是黑诊所的老板，所有受害者还都和诊所有关。按照李淑婷说的，谢瑶琪和廖云生他们是恋爱关系，那谢瑶琪就很有机会能够进入到大棚，栽赃给廖云生。琪琪啊！最关键的是，廖云生已经死了，我们就算怎么查也找不到他。在没有发现尸体之前，只能认为廖云生是凶手。我们一直以为谢瑶琪是被害者，如果他说谎，我们所有的推断、所有的证据，全是错的。廖云生尸体现场发现的另外一个 DNA 对比结果出来了，是谁？谢瑶琪。廖云生被杀的时候，谢瑶琪还没有失踪。根据李淑婷的描述的话，他们俩在谈恋爱，那么他的 DNA 出现在604，也不奇怪。谢瑶琪是凶手的可能性更高了。凶手如果是谢瑶琪，那李淑婷她所说的，又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他给我看了几幅画。什么画？是琪琪，他画的琪琪，琪琪死的样子，死的特别惨。李淑婷呢？还在医院吗？没有，送她回家了。她说她没事儿。这样，我们去找她，当面对质，他们俩当中一定一个有问题。行，行，支队，走。上次我就送她到楼下，她自己上来的。304。这个。李淑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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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凶手会不会又找上他？让开！找谁呀？啊，你好，我们找李淑婷。谁？李淑婷。这个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他不住在这里吗？这里就我一个人住。谢谢啊。韩风，朱队，是李淑婷，是李淑婷一直在误导我们。韩队，朱队，我已经查过李淑婷在医院留的资料了，除了你们刚刚去的假地址，还有李淑婷在医院留的联系方式和紧急联系人，全部都是假的。全是假的？你是什么时候想到的？我也是刚刚才想到。小新，
你能查到小苏送李淑婷回家之后，李淑婷去哪儿？马上去查。小苏，老万呢？他在农业大学询问廖云生的同学。喂，老万，特别注意一下那些学生里面有没有人见过李淑婷。好。我第一次见到李淑婷的时候是在派出所门口。他本来打算要进去，可是他没有进，他还企图想说服我说是谢瑶琪只是失踪躲着他的父母。你刚才看到他爸妈了吧？农村人观念比较保守，这哪能接受自己女儿脸上一直动刀子啊？所以琪琪一直躲着他们俩，估计琪琪根本就没消失。我们找到了诊所的地址，他兼职的诊所在什么地方？就个名片。我们就是从名片上的黑诊所查到了廖云生。如果李淑婷真的是凶手的话，那么他从一开始给我们的线索是，就准备把一切都推给廖云生。这样你的推断就说得通了。机器之后就要杀我，这里等不好啊！这机器的声音。你们看，这是不是廖雨生啊？就这样吧，好像这是他。团队，我在路口的监控摄像头里发现了一个拿着空饲养盒、身穿黑色帽衫 T 的可疑人，会不会是廖云生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到李淑婷这儿，凶手就改变了自己的犯罪逻辑，因为这本来就是李淑婷自导自演的一出戏，为了掩饰她所做的一切。也就是说，13天的固定模式可能没有变，谢瑶琪可能还没死。那目前我们最关键的就是找到李淑婷，把谢瑶琪藏在哪。农学院的教授说过，牛结合并的实验流程以及实验用的病原体都是严格管理的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轻易接触到的。我们已经清查过所有参与实验的同学，里面没有李淑婷。我相信，李淑婷她一定跟这个实验课有关。嫌我选修课的学生太多了，我也只见过他们1次，实在记不住。要不这样，警察同志，学生点名这一块一直是我助教做的。小芳，你来一下。哦。您好。你好，你看一下这个同学，你认识不？有点眼熟，这好像跟我们课上的一个同学有点像。那咱们有学生合影或者说课堂上照片吗？哦，有的。第1节课我特意拍了几张，您看。这是在牛结核病的那个实验课上拍的。对。你看像不像？但是脸被挡住了。这人叫什么呀？王启龙。点了2次名，他才达到。李淑婷用了假身份。对，他们助教证实，李淑婷应该是做了伪装，用了王启龙的身份上的课。所以廖云生是在课堂上认识的李淑婷，只不过他认识的是伪装后的她。难怪在医美诊所有那么大的反应。
去这间101。谢谢。好。有人吗？有谁啊？王启龙。照片上这个人认识吗？通知120。好的，韩队。齐主任，这儿。韩队。没有发现。怎么样？需要立刻解毒。小谢，看一下救护车还有多久到，我去看看。好。